你是不是也这样想？中东要打仗了，黄金肯定要暴涨。但今天给你看一个反常识的数据，过去48小时，黄金从年内高点重挫了将近25%。你没看错，不是5%，不是10%，是25%。这背后不只是金价在跌，原油跌了，股市里面的资金也在大规模流动。今天这一期我就把这场财富洗牌的逻辑给你完整拆解。今天的内容我会说清楚3件事。第一，美伊和谈这件事为什么是这轮资产重新定价的导火索？第二，黄金、白银、原油、股票这4类资产各自在经历什么？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在这场财富洗牌里面，普通人最容易踩的3个误区。如果你有存款、有投资，或者只是想把工资换成更保值的资产，这期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先说背景，过去24小时有2件大事同时发生。第一件，伊朗核谈判文本出现了 agreed 这个词。7年拉锯，美伊两国在维也纳达成了一个让整个市场都没想到的文本。特朗普公开取消了军事打击计划，伊朗方面也公开表态，双方接近达成共识。多家媒体报道，谈判代表从未如此接近最终文本。这句话在外交语言里已经是最高程度的肯定。第二件 ，SpaceX 的 IPO 尘埃落定，估值达到 1.5 万亿到 1.8 万亿美元。公司一次性筹集了750亿美元，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马斯克的账面净值也随之飙升到约9500亿美元，逼近1万亿美元。1.5 万亿这个数字超过了高盛，超过了摩根士丹利这些老牌投行的总和。这2件事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把它们放在一起，你能看到一个正在发生的大转移。美伊和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东的地缘风险溢价正在被系统性压缩。黄金、白银是地缘风险的避险工具，地缘风险缓和，这些资产自然承压。马斯克成为万亿富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资金的风险偏好正在从安全资产转向高增长资产。一句话，这场全球资本的版图正在被重新绘制。金银股油4类资产全部站在了十字路口。这期我就把这个十字路口的走向给你拆清楚。先说第一个板块，为什么美伊和谈是这轮资产重新定价的导火索？这里有一个反常识的逻辑。大多数人的直觉是中东打仗了，买黄金避险。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逻辑在什么时候会反过来？当打仗的可能性从升变成降的时候，美伊如果真的达成协议，中东爆发大规模冲突的概率会显著下降。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之前涌入黄金白银市场的那批地缘风险资金会开始撤退。黄金在6月12号的收盘价是每盎司4200美元上下，这个数字你可能觉得还好，但我要告诉你另一组数字，4200美元距离年内的最高点5589美元回落了大约 25%。25%这是什么概念？如果你年初买了100万人民币等值的黄金，现在账面浮亏25万，这是2020年疫情以来黄金最大的一波回调。但很多人没意识到的是，这 25% 的跌幅主要驱动力不是美元走强，不是央行加息预期，而是地缘风险溢价的系统性消退。美伊和谈的进展让之前买了黄金以防万一的资金开始重新算账。如果协议达成，中东不会打仗，那这批保险费就没有理由继续付。这就是今天的主题，财富洗牌。洗的不是别的，是之前在地缘风险里涌入实物金银的那批资金，现在这批资金正在出逃。理解了这个，你就理解了这轮黄金白银下跌的本质。不是黄金的基本面变了，是定价逻辑里的一个变量正在被重新校准。这场洗牌让之前在地缘风险里涌入实物黄金的资金开始重新寻找出口。如果你现在想配置一些实物黄金来对冲这种波动，可以关注一下 Bullion Star， 他们在新加坡有实体仓库，是华人配置实物金银比较稳妥的存放地之一。描述栏和置顶留言都有链接，你可以先看看他们的金条银条库存。说完大逻辑，来看具体的4类资产：黄金、白银、原油、美股。
这4类资产现在各自在经历什么？先说黄金，4200美元这个价格对应的是年内高点5589美元回落 25% 之后的水平。我在上一章说了，这轮下跌主要是地缘风险溢价消退驱动的，但黄金的故事还有第二层。美元在最近几个月持续走强，实际利率预期也在上升，这2个因素对黄金都是逆风。地缘风险溢价消退加上美元走强，实际利率上升，3重叠加，黄金走出 25% 的跌幅其实并不奇怪。问题是这个跌势会持续吗？我的判断是这取决于美伊协议的最终落地情况。如果协议签署，中东地缘溢价会进一步压缩，但这不意味着黄金会一路跌下去。黄金的底部支撑有3个硬逻辑。第一，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债务水平是历史高位的，债务越高，货币信用越承压，黄金的配置价值就越强。第二，各国央行的黄金储备购买行为是持续的系统性需求，这个需求不会因为短期价格波动而停止。第三，长期通胀预期目前并没有被根除，能源转型、供应链重构、财政赤字扩张，这些结构性因素还在。所以如果你现在持有黄金，不要因为短期下跌就恐慌，但如果你打算加仓，也不建议现在就去追高，等一个更清晰的底部信号，可能是更稳妥的策略。再说白银，白银这轮跌幅比黄金更大，从高位回落将近 30%， 速度更快，幅度更深。为什么？因为白银有2个属性，一个是避险属性，跟黄金类似，地缘风险消退它也会承压。另一个是工业属性，白银广泛用在太阳能板和电动汽车上。工业属性意味着白银对全球制造业周期更敏感，全球制造业目前整体偏弱，白银的工业需求支撑不足，所以这轮下跌，白银的跌幅比黄金更深。但这里有一个被大多数人忽略的机会，金银比也就是黄金价格除以白银价格，目前大概在80倍左右，历史长期均值大概是60倍左右。金银比80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白银相对于黄金被显著低估了。如果全球制造业开始复苏，白银的工业需求会回来。如果金银比均值回归，白银的潜在涨幅会远超黄金。这才是现在值得关注的结构性机会。说完金银，说原油。原油在这48小时里大跌了 3%， 跌到每桶85美元左右。这个跌幅比黄金更快。为什么？因为美伊协议如果达成，伊朗的原油出口可能会恢复。伊朗是全球重要的产油国之一，按照 EIA 的液体燃料全口径统计，日均产能大约在450万到480万桶之间。单看原油，制裁下产量大约在285万桶左右，制裁前曾达到400万桶的量级。如果制裁解除，额外供应进入市场，对油价是直接的压制。原油这轮的下跌本质上也是地缘风险溢价的消退，但跟黄金不同的是，原油的供应端弹性更大，沙俄的减产支撑目前还在拖着油价。但如果美伊协议落地，伊朗的增量供应叠加沙俄可能的政策转向，油价可能还有下行空间。现在配置原油性价比不高，等更明确的方向信号可能是更好的选择。最后说美股和 SpaceX， 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万亿富豪，这个新闻刷屏了。但我想让你看的不是马斯克有多富，而是这背后的资金流向。SpaceX IPO 估值 1.5 万亿到 1.8 万亿美元，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资本虹吸现象，大量资金从黄金白银市场流入到高增长的科技股。这不是因为全球经济变好了，而是因为风险偏好变了，地缘风险缓和，人们更愿意把钱投向有高增长预期的资产。这是财富洗牌的第2个维度，资金从安全资产转向风险资产。黄金白银是防御型资产， SpaceX 是进攻型资产。当市场的风险偏好上升，进攻型资产会虹吸防御型资产的流动性。理解了这个，你就理解了这轮资产重新定价的核心驱动力。金银股油4类资产现在在分道扬镳，黄金白银在去地缘风险溢价，原油在去供应溢价，美股在吸收流动性。
这场财富洗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现在还没有定论，但有一个结论是确定的，普通人在这场洗牌里最容易犯的错就是跟着情绪走，黄金跌了就卖，美股涨了就追，但真正决定财富结果的不是情绪，而是你对资产轮动的理解。这一章说最重要的部分，在这场财富洗牌里，普通人最容易踩的3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把金银的短期下跌等同于金银没有价值了。金银的短期价格由资金面和情绪面决定，金银的长期价值由货币信用和财政赤字决定，这2个维度不是同一个东西。你现在看到的 25% 跌幅是资金面和情绪面的短期波动，金银的长期配置逻辑、央行增持的逻辑、债务压力的逻辑，这些基本面没有根本性改变。第二个误区，看到原油大跌就想去抄底。原油现在的下跌是地缘溢价消退叠加供应压力的结果，但这不意味着现在可以抄底。伊朗协议落地后，额外供应进入市场的时间窗口还不确定。沙俄的减产支撑目前还在拖着价格，但拖价的力度会随着时间递减。现在盲目抄底可能买在半山腰。第3个误区，看到马斯克成万亿富豪就觉得买黄金不如买科技股。这个逻辑有它的合理性，但它忽略了一个关键点，财富洗牌从来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今天资金从黄金流向科技股，明天可能又流回来。资产轮动是周期性的，不是趋势性的。真正的财富保护需要有一个压仓时资产，金银在资产组合里扮演的就是这个角色。压仓时不是用来赚钱的，是用来在风暴来的时候让你还在桌上的。金银股、油4类资产各有各的逻辑，各有各的周期。财富洗牌的结果不是某一类资产赢，而是每一类资产各归其位。认清自己的资产在哪个位置，比盲目跟着资金走更重要。财富洗牌是每几年就会发生一次的结构性重分配，上一次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全球央行 QE， 这次是地缘风险缓和后的资产轮动。每一次洗牌，有人下车，有人上车，区别不在于你有没有钱，而在于你有没有看清趋势。金银股、油4类资产现在都在十字路口，看清楚方向比什么都重要。说完了误区，给你3个具体的行动清单。第一件事，不要因为金银跌了就恐慌割肉，检查一下自己的持仓结构。如果是长期配置逻辑，金银跌了不是卖点，是观察窗口。金银的基本面没有根本性变化，央行在增持，债务在累积，长期通胀在。第二件事，可以开始关注白银的配置机会。金银比现在偏高，白银相对黄金被低估。如果你的投资组合里只有黄金没有白银，可以评估一下把白银纳入配置的可行性。实物白银可以存放在新加坡的仓库，新加坡有实体仓库，是华人配置实物金银比较稳妥的存放地之一。第3件事，原油和大宗商品暂时保持观望，等美伊协议的进展更明朗，等供应端的变量更清晰，再做决策。财富洗牌期间，市场噪音多，保持耐心比频繁操作更重要。如果你想了解实物金银配置的具体方案，我在 Bolling Star 给你准备了一份参考资料，描述栏和置顶留言都有链接，你可以先看看他们的金条、银条、库存和价格。实物金银是这场财富洗牌里最稳妥的压仓石。你在这轮资产调整里做了什么操作？在评论区告诉我，我们来交流。如果觉得内容有帮助，转发给身边有投资的朋友。你的转发是我继续做下去的动力。以上内容仅供信息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